这张让我眼前一亮啊，这张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进步非常大，非常明显，这个造型能力有明显的提高，这个很不错啊。然后咱们来看一下画面的问题，主要是在形上面的，鼻根这里呢没有伸进去这么深，然后它的鼻头呢应该再尖一点点，这鼻头没有那么大整体。然后鼻头下来之后，这个人中它是往里面走的，往里面走再多一点，也就是说这个嘴应该再伸进去一些。下嘴唇也是，包括下巴，可以看鼻尖这个点和下巴前面的这个点，这两个点的连线。你之前的连线呢是这样的，看一下图片，下巴更伸进去更多，而且它下巴底面的这里呢也没那么长，下巴缩进来之后，这里就舒服很多。然后它眼睛在这儿的话呢，瞳孔、眼球的位置应该往后撤，要给这个眼皮留出一些厚度。然后它的颅骨后边应该再高一些，上边的这个轮廓应该再提高，这样的话这个造型就会更准确一些。脖子稍微的细了一点点，这头骨画的也不错。如果第一步的形再准确一些呢，这个骨骼的形状会更准。这个呢，首先我觉得你画的画面有点平，再一个呢就是形还有一些不准的问题。基本上大的东西呢看起来还好，但是呢这个一个是比较平，再一个呢是形可以再精准一些。我们看第一个这个图，它不准在哪儿呢？远处的这个眼睛啊应该高一些，它这个头你画的像一个纯侧面，它这个头呢实际上我们给它当成方体来看，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，远处的这一侧还是略微的高一点点的。那这边的眼睛应该提高，然后嘴这里呢，这一边上去，虽然说看不到那一侧的结构，注意这个嘴唇这里的这几个小穿插，虽然看不到远处的结构，但是能够感觉到后边是高的，包括下嘴唇前面的这一段，就这么一点，也能够体现出来嘴唇的一个朝向一个角度。你看这个部分，它是不是这个透视就过去了，而且不平，能看到前面的面。你这个只是画了一个简单的轮廓，然后下面的这个角度，这个头呢，虽然说它还比较正，但是右半部分稍大一些。你看右边的这个耳朵的宽度和左边这个耳朵的宽度就能看得出来，而且这边的眼角和外轮廓之间的距离，这边的能看得出来，这个头是微微的往这边偏转了一点点啊，这是形成的问题。然后比例上，这个头发的比例，头发的占比，头发感觉画的有点小，而且在中间画着一些黑色的线条，也让这个形平了。如果画的话呢，要可着这个发尾、这个发梢，然后发根这种地方为重点来去画，要注意用线的层次。来看下这个头部，这头部的轮廓形画的还不错，还比较准确，这个形感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它的造型感觉不够深入，而且颈部啊好像略微的有点粗。像它这个面部的侧面这个位置，它是鼓出来的，虽然很弱，但是你看一看还是能够看得到这个特征的。我们画一些轻轻的线，围绕着这个造型起伏来画，画着画着它就这个体积感就出来了。然后这里它有一个斜面，这个斜面的后边大概这个位置隐隐约约是它的下颌角。再用一些更轻点的线条去找造型上的这些转折面、这些结构线，画着画着它的体积就出来了，它就不会显得那么空、那么平了。下面这个也是相同的，因为这个额头比较平，这一条边和这条边，它是造型上的不同的两个地方。这边呢是额头的侧面看起来它的边界，但上面并不是，上面呢是发际线。如果这两个区分的不够明显的话，还是会感觉它形有点扁平。
有额头的正面和侧面的分界。然后这个女的颈部也画粗了啊，宽了感觉，这里要再往里面走一些，进去一些，后面这里要往里收一些。然后注意这个地方可以用轻浅的宽线条，包括后面这里也是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去交代的话，更符合这个模特一些。下颌，注意下颌的厚度，它不是一根单线。来看这个头部，这个头部的造型形上面稍微有些不够准确，可以先把五官放一放，先看形。啊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低头的，为什么感觉这个低头的感觉不够呢？因为这个比例，这个面部的比例和脑袋上面的这部分的比例没有画对，上面画小了，所以说他低头的感觉没有出来，画的像一个平视的一个人的比例。低头之后呢，下半部分会变小，上半部分感觉会变大，视觉效果上。而且它这个下巴没有这么宽，下巴画太宽了。这个五官看得出来是尽力去观察了，就是看整体的这个意识现在还不够强，就是说这个局部很努力了，但是整体上还是有欠缺。快成功了，离成功不远了。下面这个也是，它也是微微低头的一个特征，我在旁边概括一下。还没有画太多的东西，但是现在就能够看得出来，他是一个微微低头的人了。那这个造型就更加的像一些，符合一些。这种形的特征，跟我一开始概括的时候抓的就是这个边、这个边、这个边这几个边，概括准确了，这个大形就不会跑太多。你现在这个形呢，这里和这里是错开的，然后这个头上面太圆了，你看的还是比较局部，然后整个脑袋看起来又短，这个下巴又宽，所以说它就不符合这个模特的特征了。五官就是稍微带一下就可以，不用画的这么详细。要交代详细的是整个大形、整个造型关系。它这个发型有点丑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嘴的角度不够准确，主要是这边的嘴角没有去定位它，然后没有将它和左边的这个嘴角相比较，比较之后把这两边的嘴角相连，就确定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符合这个模特的一个嘴的趋势。你只看这个部分，所以说这个嘴呢就感觉歪了。你对着照片来看，好像跟照片差不多，但实际上放在这个造型里面，它就角度就不对。然后看这张，像这种在画的时候呢，可以再多往里面画一画，像眼窝这个地方，眼盖褶，那这边是一个圆的形状，像这种地方可以用这样的线。你这些线条呢，看起来还是有点太小心翼翼了，就是这种一小点一小点的线，生怕把这个面部画乱，是吧？这个不用怕，画的是它的造型，是它的体积。我们现在并不是在画一个作品，画一个画面的效果，先把它的造型搞清楚了，那么再说用什么样的技法呀，画什么样的效果啊，那些都不成问题。现在就是要考虑这些面部造型是怎样的。你看这个嘴角嵌进去这一块儿，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微笑的感觉，这个嘴角是向上的。唇柱的体积是怎么表现的？然后下巴的体积，这些画上去也不会感觉怎么样，画轻一点，只会感觉它的造型啊，它的结构啊会更完整。
然后用橡皮呢给它去一去，画浅一点，可以明确强调出几个大的转折。这样呢，它这个造型感呢、体积感它就会更强了。再深入，再多找它这个结构。下面这个也是，像这边都是空的，那眼睛这个位置是过来是什么样的结构？它颧骨在哪个位置？颧骨的几个面，正面、侧面、底面，大胆的去画，大胆的去找它这个块面结构，能把这些结构画出来，才说明对体积、对造型、对结构有了解、有所掌握。这边这个脖子还是粗了。